那前段时间呢，我在我们的积玩家积木群里呢，做了一个年度玩家最喜欢的积木套装的投票。那这个投票呢，也就针对我们整个2022年做过的，包括乐高以及国产积木，一共接近100期深度评测视频里面呢，挑出自己最喜欢的积木套装。每名玩家呢，最多可以投出20票。最终，本次投票呢，共有1034名玩家参与了投票调研，一共收到了13766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个投票结果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在正片开始之前呢，我们这里要先讲2点。首先，之所以要做这期投票呢，是因为我们准备做一期不输乐高的10款国产积木的专题内容。但由于这期内容呢，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评价，所以我们也就顺便做一个面向广大玩家的调研，用来辅助我们的这期专题内容。那这期10款不输乐高的国产积木的专题内容呢，将会在春节期间发布，感兴趣的玩家呢，可以关注一下。那第2点要讲的就是呢，本次投票所针对的呢，是我们在整个2022年曾经做过评测的这接近100款积木套装，所以呢，肯定会有一些大家也觉得很不错的套装呢，不在这个列表里面。具体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呢进行讨论，我们这里呢只是对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下说明。好了，那么这一期投票结果的分享呢，我们也是把砖块类呢和科技组进行了区分。那对于参与了投票的玩家呢，如果看到了自己投过的套装，也可以把我投了打在弹幕里，或者把自己的投票情况呢分享在评论区啊，当然也可以在弹幕里提前盲猜一下第1名啊。好，那下面开始，先来看砖块类。第10名，乐高10302擎天柱。这款套装呢，在刚出来的时候呢，是争议比较大的。那一方面呢，是因为有不少玩家呢，可能没有看过早前的G1版本的擎天柱。那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膝部关节不可动等等这些求稳的设计方案呢，让这款作品呢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的出彩。第9名，乐高10304雪佛兰科迈罗 ZR8。那这款套装呢，其实还是乐高的一贯设计风格。不过乐高呢，为这款套装呢提供了3种不同的配色方案，可以让玩家呢自己去进行一个灵活的选择。第8名，乐高76210反浩克装甲。可能是我们做的乐高砖块类套装比较少啊，那这款呢能到第8呢，我们是没有想到的。第7名，佳奇 JK9106 破晓宇航员。全高端零件，原创设计，极高性价比，也是唯2的没有 IP 却能进入到砖块类前10的国产积木套装。第6名，双鹰咔哒60133头文字 D。那因为这款套装呢，对小车做了外观板件啊，所以一定程度上呢，挑战了乐高所引领的强调零件可复用性的惯例思维。所以呢，这款套装呢，在玩家群体里面呢，是具有一定争议度的。第5名，森宝202001山东舰，已然绝版在即的国产滑跃式航母，上市已有2年却经久不衰的现象级套装，全国产高端零件，超大陈列尺寸。那森宝呢，今年还推出了福建舰啊，只是我们没有做评测。那如果福建舰在投票选项里的话，那么大概率呢，我们估计也会在前10。第4名，森宝203337天河核心舱。那这款套装呢，也是属于2022年的超热门的 IP 啊，非常大的尺寸，非常多的细节还原。那如果把乐高的所有航天系列套装呢，也一起拿来做一个航天专题的话呢，那么这款来自森宝的天河核心舱，大概率呢，应该也是最受欢迎的之一。第3名，乐高10303翻滚过山车。那这款套装呢，也是我们2022年做过的所有的乐高套装里呢，我们最喜欢的其中之一。当然，相信和我们一样啊，对这款套装感兴趣的玩家呢，大部分应该不是因为它巨大的尺寸，而是因为它非常精巧的机械联动设计。我们在深度评测中呢，也对它的联动原理呢做了深度的讲解，感兴趣的玩家呢可以去看一下。第2名，双鹰咔哒71004三球仪。虽然归为砖块类啊，但是这款套装呢，一定是所有砖块类套装里呢，把机械联动呢玩得最明白的一款套装。设计师呢，仅仅用了34枚齿轮，便非常精准地还原了地月日的运行规律。在我们长达15分钟的详细评测中，我们也只是对它的设计本身进行了分析讲解。但是围绕这款套装呢，其实我们甚至还可以再出一篇至少10分钟的视频呢，去讲一下它的其他方面。那这款套装呢，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最被低估的国产套装，几乎没有之一。第1名 K 盒子 V5004反浩克装甲。那同样是反浩克，一个第8，一个第1。不过呢，我们觉得这还真不能怪乐高设计的太拉胯啊，顶多说乐高的拉胯呢，成功的把这款套装呢送上热搜啊。因为即便是没有乐高的对比，那我们单看这款套装呢，它的设计仍然也是非常经典的。除了超强的外观还原以外呢，更关键的是它的设计师通过这款作品为机甲类积木指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设计思路和结构架构。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科技组。第10名，科尼赛格 Regera， 来自 Dugard 的经典 Mark 作品。除了乐高1:8超跑常见的发动机联动以外，还有悬架硬度调节等多个超强联动功能，可以说是在功能联动方面全面秒杀乐高官套。那这款套装呢，也是前10名中唯一一款我们发布评测的时候呢是没有在售商品化套装的一款作品。不过现在是可以买到了，感兴趣的玩家呢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第9名，双鹰咔哒56031东风 21D
接近1米的超大尺寸、超多的功能联动以及巨量的全新零件，再加上东风快递的超强 IP，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款套装来说呢，如果说不热门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积木本身的设计之外，包括比如说平塔手册的开篇，通过高达19页的篇幅对 IP 和积木设计呢进行了介绍，以及和这款套装同时发布的大量全新自研零件，可以说双鹰咔哒也是通过这款套装呢为所有的国产积木呢成功的打了一个样。第8名，双鹰咔哒阿波罗 IE。来自韩国天才高中生的 MOC 授权合作产品啊，那这款套装呢最大的2个特点呢，一个就是帅，另一个呢就是快。当然这里的快呢是指在所有1:8超跑里的快啊。另外不少的非法拼搭呢也是为这款作品带来了不少的争议啊。第7名，双鹰咔哒61036悍马越野车。和东方1D一样啊，这款套装也是来自双鹰咔哒自己的设计，同时呢也是拿到了车厂的 IP。另外呢，这款套装在产品化方面呢是做得非常的成熟的。那除了最终的成品的攀爬越野性能不够强以外呢，那是属于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一款套装。那当然呢，也是因为它的设计定位呢本身也是一款和东风 2.1D 一样，是一款追求丰富联动功能的一款套装。第6名，双鹰咔哒61041百年牛。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感觉双鹰咔哒有点多啊？竟然连曾经被称为退坑牛、劝退牛的这个百年牛，竟然也排到了第6名。那看到这里的玩家呢，有哪些人投了百年牛的？你们自己站出来啊！不过这款作品呢，确实设计的是很不错的，当然槽点也是非常多啊。那讲起来呢就复杂了，感兴趣的玩家呢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我们那期20多分钟的超长评测，那么应该能够找到答案。第5名，乐高42145空客直升机。虽然说前面还有几款乐高啊，但是这款42145呢，确实是我们心中所认为的2022乐高最佳科技组套装。它的最大亮点呢，就是设计师通过非常精巧的机械联动设计，对直升机的操控呢做到了原理级的还原。在我们15分钟的超长评测中呢，也对它的设计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包括建模分析。那感兴趣的玩家呢，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第4名，乐高42143法拉利。那但凡是乐高1:8的科技组套装呢，排名肯定是不会靠后的。虽然这款套装呢几乎是照搬乐高自己早前42115兰博基尼的这个底盘设计啊，而且平塔手册中呢还有一些小错误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它仍然是获得了非常多的玩家的喜爱啊。同时所有来自玩家的对这款套装的批评呢，在我们看来也是因为大家对乐高的期待值太高所导致的。第3名，双鹰咔哒61048科尼赛格 Yesco。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年做过的咔哒的套装太多啊，同时也确实因为咔哒这几年呢，在科技组的积木设计方面，还有设计合作方面花了非常多的心思，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呢，前10名几乎已经变成了双鹰咔哒和乐高之间的竞争了啊。其实光就咔哒和乐高的那些恩恩怨怨呢，其实都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期内容，只是内容呢可能会比较敏感，所以我们还没有想好。那对于这一款 Yesco 来说呢，进入前10是毫无疑问的，毕竟它是迄今为止功能最多的科技组超跑作品，几乎没有之一。然而能够进入前3呢，也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毕竟这款套装呢也有些槽点。感兴趣的玩家呢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25分钟的超长评测啊，又是超长评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款作品呢和前10名那辆 Regera 呢是同一位作者。第2名，乐高42130宝马摩托，开启大比例摩托时代的里程碑作品。那伴随这款套装呢，多款全新底层零件的发布，意味着更多大比例摩托套装以及玩家 MOC 作品将成为可能。帅气的外观，较高的性价比，同时也是一款真正能够代表乐高设计水平的套装，以及再加上宝马 IP 的加持，那等等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呢，这款套装能够排到第2呢，我们是觉得没有意外的。第1名，双鹰咔哒61042法拉利488。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根据前面盲猜环节的弹幕情况，能够感受到这款488最终排到第1呢？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关于这款套装的设计，那如果还有不清楚的玩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又是20多分钟的超长评测啊，这里呢我们就不讲了。总之是一款秒杀乐高所有1:8超跑的套装，也是在国产积木快速发展、百花齐放，甚至略显浮躁的大环境下，能够真正被称之为现象级的一款作品。并且这款套装在我们的玩家群里做的另外一项调研，也就是1:8超跑的持有量调研结果里面呢，也是排在第1的啊，甚至都有点人手一台的感觉啊。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也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咱们下期见。